之前也有同学在评论区里面问了啊，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集内容却放在这么后面？其实很简单，择偶标准如果完全没有经验的话，是很难制定出来的。它会很容易变成一种想象了啊，脱离现实。所以我认为啊，我们前面的第一模块的3要素，对于脱单以及获得一个更好的对象吧，优先级是更高的。而且，我们退一步说啊，即便很多时候没有择偶标准，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找到了还不错的对象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放到后面。择偶标准应该起到的是我们脱单的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不是前提。那么，如果从脱单的角度来说啊，就首先来看看择偶标准的2个误区。第一是混乱。我们经常口语上会说啊，很多人找不到对象是因为标准太高啦。我觉得倒不是说我们的标准不能高啊，而是很多人的标准会过于混乱，甚至导致很多标准会自相矛盾。比如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新闻啊，一位28岁的男生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择偶标准，他自己是浙江本地人啊，身高178，浙大毕业，名下3套房，属于条件不错。他的要求是想找上海或者杭州的女生，流动资产500万以上，独生女，个人名下至少要有2套房，有留学背景，还要求全球 top 50，国内要求 top 30的985，学历研究生最佳，最好是教育相关的专业，年龄25岁以下，身高168以上，体重不得超过95斤，皮肤要白，颜值要在线，会钢琴会舞蹈，结婚之后至少有2个孩子，尽量不要工作。他不太喜欢在职场上抛头露面的女生。我们试想一下啊，一位名校毕业的江浙沪富家独女，颜值要高，才艺得会，家里要有钱，要留过学，就这样一位女生，我们可以想象到，她应该不太会为了结个婚就放弃事业，专心在家里当2胎宝妈。反过来说啊，如果只需要当2胎宝妈，又为什么一定要top 30的985呢？或者流动资产500万以上，等等这些，在我看来，这属于没有太顾及到现实逻辑了，属于自己臆想出来的标准。再比如啊，这位82年的女博士提出了11条的择偶标准：第一，必须是上海本地人，身份证310开头；第二，父母的身份证也是310开头，非知青，有退休金，每个月不低于1万块，全日制985本科或以上的学历，长相要帅气，鼻梁要挺拔，牙齿整洁洁白，不秃顶，视力好，不戴眼镜，皮肤不黑，净身高180以上，收入要丰厚。年薪税后不得低于100万，在上海内环得有3套以上的3室，且是2011年后建成的商品房或者别墅，有车不低于100万，1980年到1982年出生，会做家务，未婚。OK， 其实我们单独拎出来任何一条看，我觉得都没有很大问题了，想必也不算很离谱啊。但这11连招打过去，能符合这11条标准的人，我觉得就有点抽象了，和上面的男生一样啊。我认为他的择偶标准就问题出在臆想，而且非常混乱，既要又要还要，什么都想要，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人啊，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起码在我们的接触范围内啊是否存在，对吧？为什么我们需要择偶标准？就是开头说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的脱单更有效率，而不是降低效率。所以混乱，这是第一个误区啊。第二个误区是模糊。就我见过很多人的择偶标准，来来回回就3个词：条件好，对我好，有感觉。真的，这3个词啊，一个比一个难琢磨。尤其像对我好这种词，对一个人好的方式有很多种，到底怎么样对你好算是对你好呢？最直观的啊，花钱算不算？当然算。那么花多少钱是花？我有1万花1000，还是我有1000花900呢？而且只花钱不花心思行不行？节日可以红包礼物送到，但没有陪伴哦，这算不算好？其实我们说到这里，不同的人就已经会出现分歧了啊！有人会觉得算，有人觉得不算。再比如我身边出现过的一个真实的例子，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她一直坚持认为啊，择偶的标准就是要对她好。结果她真的遇到了一个对她特别好的男生，夏天要吃水果，男生会专门挑她爱吃的啊，切好了送过来，怕水果不够冰啊，影响口感，还要装在冰袋里。反过来啊，冬天的奶茶一定是保温的，温度还得合适啊，热但不能烫嘴。这还不是热恋期上头的那几个月哦，是交往了2年啊，男生一直对她蛮好的，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男生出轨了。那么现在请问，这个男生算是对她好吗？好，可能不同意见又出来了。你可以说算，毕竟这种无微不至的体贴，并且是长时间的保持，是非常不容易的。出轨，并不能否认这一点啊。是，但有人一说到出轨就来气嘛，不管了啊，出轨就是对我不好，
其实正好啊，这种不同的想法说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对我好是个非常模糊的择偶标准，不同的人理解完全不同，所以拿模糊的标准去择偶，就难免会被卡 bug。这个人好像满足了，但又没完全满足。包括说条件好啊，有感觉，都是模糊的说法。多好叫条件好？怎样的感觉算感觉？这是做择偶标准的第二个误区。可能讲到这里，大家可以稍稍摸到一点感觉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如何正确的制定真正有用的择偶标准哈。其实你会发现啊，上面出现的误区，是因为很多人把择偶偏好或者说择偶期待错当成了择偶标准。前面两者啊，一般是天马行空，各种幻想，要高富帅，要白富美，对我好，爱得死去活来，等等等等啊。但我们说择偶标准就是得落地的，得抛开一些幻想了，不然它没有指导意义，那不如不要了。我觉得，注意落地的意思啊，不是说就得去降低标准，而是要有指导意义。那么第一点就是确定的事情。什么叫确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定要并且不能妥协的事情。比如先随便说两个啊，我要身高180以上的，少1厘米就不行，这就是确定。必须比我大啊，小1天都不行，这是确定。年薪30万以上，少1分不行，这也是确定。再比如说对我好，这是模糊的说法。那我们能否现在换一个说法，让它变得确定呢？比如每周有2天得一起过，每天早晚要早安晚安，每个生日要有仪式类的活动。OK， 这些就变成了确定。没错，确定一般都是具体的，不具体它就没法确定。我们应该把那些最不能够妥协的事情先找出来，最好大家控制在1条就够，一般也不会太多，也不能太多，因为一多啊就容易变成上面的误区1啊，既要又要了。所以假设如果你一次性现在就想到了5、6、7、8条，那要去筛选，看看这些里面哪些是可以讨论的，然后把它先去掉，留下最后那一条不具备讨论余地的确定下来。为什么确定的事情这么重要？因为所有不确定的标准，无论是定的高还是低，本质上是不太具有指导意义的，它会陷入那种模糊的说法，陷入一种择偶期待里面。所以既然是择偶标准，就一定要有指导意义，是我们刚才说的落地了啊，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到我们在现实里面去做到合理的筛选。当然我猜测可能有同学现在连1条都想不出来，没关系，很正常。这是因为你可能从来就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尝试做切入去思考，给自己一些时间。当我们看到周围人的恋爱网上的故事、父母的变故等等，都会给我们灵感去得到确定的事情。所以不要着急这第1条确定的标准会影响到后面的所有标准。再重复一遍我们的问题是你一定要并且不能妥协的那件事是什么？我们就拿上面的例子举吧，比如像前面这位同学一样，我就是要一个年薪100万以上的伴侣。如果这个作为我们的第1条确定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尊重一个客观规律，一个年薪100万的人通常都是努力了很久之后的结果，所以这个人通常不会很年轻，可能35岁以上、40岁以上都是正常的。如果非要对方年薪100万，又得是个20岁出头的小鲜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看看哪条是可以讨论的，然后把它去掉。你是想要年薪100万，还是年轻帅气的？究竟哪件事才是你更确定的事情？如果不得不2选1，你会选择哪点？那点就是我们要的。同样，我们说回很多人择偶的3要素条件好，有感觉，对我好，这3条其实经常都是自相矛盾的。所谓条件好，一般是财富水平，对吧？有感觉是指这个人自身有魅力有情绪价值，懂浪漫，懂情调等等。多数情况下，其实一个人要兼顾这2点就已经很难了。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要去奋斗，他要去累积经济基础，用在提升自己的魅力情绪价值，过一个炫酷的生活的精力就势必减少。真要是这2者都满足了，这种人不出意外也肯定特别受欢迎。要让对方无微不至的并且持续的哄着、宠着、捧着，说实话有难度的。我们在博弈那一期讲过的，对吧？自身的价值越高，怎么样？权力越大。所以当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件确定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又和我们的其他的择偶标准矛盾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第2步取舍。我们就还是拿年薪100万的例子来说吧。我就是要找这么一个人，这是一个确定的标准，那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圆心，在这个点上向周边去辐射，再去依次确定其他的择偶标准。具体什么意思我要找一个年薪100万，但是他如果已经50岁了，你能不能接受？
我想可能学习这门课的大部分同学应该是不能的，退一步呢，45行不行？40行不行？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愿意为了年薪100万这个标准接受的最大年龄是35，那么我们就可以定第2条了，年龄在35岁以下就可以。年薪100万，但是离婚带2孩，能不能接受？好啊，也不能。那不带孩子离过婚呢？可能最后你得出的是，他可以有婚史，但不能有孩子，这就是第3条。在之后还可以各个方面第4、第5、第6条，直到把这个标准丰满起来。OK。一般来说我建议有个4到6条就够了。还是我们的宗旨，就制定择偶标准得有用。如果没有，大家其实不用去受累做这件事，因为每多加出1条，都会大幅度的缩减我们的选择范围。当这个范围太小的时候，脱单也会变得非常难。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无限游戏，不考虑时间维度，那当然无所谓，你可以花1000年、1万年去找。但是很残酷的是，我们这是一个有限游戏，所以择偶标准太多了也容易造成混乱，最后实际上没啥用。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误区的2位天马行空，也没有关注到内在逻辑，所以失去了指导意义。而我们现在通过第1条确定的事情而定出来的2、3、4、5、6，就是符合内在逻辑的，也就有指导意义。而且一般我们列出的1到6越前面会越确定，因为不能妥协嘛，越后面可能会适当的宽松起来一些，这也就是取舍是的，我知道取舍的过程通常不一定让人很愉快了，起码没有天马行空来的愉快。甚至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在一种妥协，是不是凑合？我觉得不能这么说相反，我认为这是更精准的。而且一般来说，我们的经验越多就越精准。一个上来就有具备指导意义的择偶标准，都要通过接触一些人，谈过一些恋爱去碰撞出来的。很多人之所以用幻想来指导现实，是因为这样也比较简单嘛脑海里随便勾勒出一个人，一个纸片人，然后拿着这个形象按图索骥就完事。这里我就要再次引用罗翔老师的一句话，希望每个同学都能够走进真实的世界，关注真实具体的人。其实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要和真实的人去互动，这些真实的反馈是很有价值的，它能够帮我们变得更精准。所以到这里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寻找潜在对象的时候不要太苛刻。这不是说我们要去降低标准找个人凑合过，而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降低和异性接触的门槛，去获得真实的反馈，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里倒不是消极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能逐步搞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真正不能妥协的部分，什么是可以讨论的。降低标准是你明明在乎这件事，完全不想妥协，却不得不妥协；而取舍则是你为了不妥协那件最在乎的事，适当的放宽了其他没那么在乎的事情。所以概念上是有区别的我们做的是后者。到这里大家其实就可以尝试着照着 2.1、2.2 先列一版。这一版可能多半是废的，但是我们可以熟悉一下这个过程。比如第一，我确定的，我一定要一个编制内的有志青年。那么第二，我们就开始辐射了，那年龄得在30岁以下第三，那收入能达到行业标准就行。因为上面2点决定了，这点要求我们不能太高，太高就不符合逻辑了。第四长相过得去，同样还是上面决定的，这样的人他不太可能很耀眼，不然他也不适合这份工作。第五，好，那尊重异性吧，不会有什么极端思想。OK， 1、2、3、4、5，我就先大致给大家打个样先。这些可能不是你的版本，但思路就是这样：先确定的事情，然后取舍，最后有个4到6条就基本成型。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个补充，也就是匹配。因为还有一个被需要考虑进去的现实问题，就是符合我们择偶标准的人，对方的标准大体上会是什么？毋庸置疑。标准定得越高，尤其是确定的那一条越高的时候，我们面临的竞争一般会越激烈。就优秀的人，那谁都喜欢嘛。我们有要求的同时，对方也会有要求。比如还是说年薪100万的人，那他可能工作就是很忙的，没时间做家务的，不管男女那我们可能会说这不公平凭什么要我来做家务？但很遗憾，这就是别人的选择权，很可能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找到帮他去承担家务的人。就像如果林志玲下场和普通男生谈恋爱，那肯定有大把的人，对吧，往前扑的，那恨不得把所有家务都包了一样。一个人的自身条件越好，往往就意味着他能够提供的东西越多，他的权利也越大，他的选择面当然就越大。
也有足够多的人会去满足他的需求。所以这也是制定择偶标准我们需要去衡量的部分。我们自己的4到6条标准定下来之后，也可以问问自己，为了这些，我们愿意提供和付出什么？我们身上有哪些价值可以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么根据真实的逻辑，我们是否愿意提供料理大后方这个价值？如果不愿意，那我们是不是能稍稍的降低一点？比如年薪50，或者我们要求对方就得天天跟我们风花雪月那么他在工作事业上投入的精力势必减少。我们刚刚说了，那我们是否可以承担起一部分的经济责任？这样校对过之后，我们的择偶标准会更加精准。好，那这是作为2.1和2.2的一个补充。我建议大家有时间有精力的话，还是带着去思考一下。那么第3点，我们要说很重要的，择偶标准其实是动态变化的。各位同学可以想一下，你10年前喜欢的类型和现在喜欢的类型是不是完全一样？我想多少还是会有些差异的。就像很多人都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只喜欢看脸帅哥美女，后来被毒打过才发现人还是要现实一点，适当的看看条件也没错。但是看完条件之后，又发现其实更重要的是对方的人品、性格情商、教育等等，这些心态上的变化，其实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分别做出的对我们最有利的那个选择。就好比就像对着一个小孩我们给他一辆奔驰汽车，或者给他一个汽车玩具，他会更喜欢哪个屁点大的小孩肯定选玩具嘛。作为成年人，我们会觉得血亏，但是当我们完全带入小孩的视角，他可以拿着玩具汽车玩1个下午，但是给他一辆真车，他能干什么？他可能都爬不上去。我们成年人看到的是这个小孩损失了一辆豪华汽车，傻透了。但是在他自己看来，那个下午的快乐千金不换。我们择偶也是一样的，随着我们自身的处境在变，我们的生活重心在变，我们的需求也会变。那我们落到择偶标准上，当然也得跟着变。我们不能拿10年前的标准去指导我们现在，对吧？所以择偶标准我们说需要确定，但不是固定的。方法就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周期性的去复盘一下，结合我们当下的新处境、新的需求做出微调。起码我觉得你可以在每一次失恋之后做这件事情嘛。好，我们说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择偶标准会随着我们自身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如果我们已经进入了一段感情，这个时候择偶标准变化了怎么办？难道我们二话不说要换人吗？其实我不怀疑，真的大部分人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触及到这个问题，以及我们会发现上面谈到的所有的制定标准，听起来似乎都有些冷冰冰的，好像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筛选机器，对吧？我们也从始至终没有把所谓的爱情给加入进去。这是因为我们去思考择偶标准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单身，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站在对面，我们也不可能对着空气去幻想爱情。但当2个人产生了爱情的时候，真的爱情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因为这个人的出现，你有些重要的事情不重要了，有些不重要的事情重要了，对吧？就像突然有了软肋和铠甲一样，可能一个人他以前想要过这个衣食无忧的生活，所以他特别在乎伴侣为他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当他有了爱情之后，他很可能会改观，觉得只要跟他在一起，就算一起奋斗也挺好。所以你明白了吗？当我们进入一段感情之后，但是择偶标准却有了某些变化，除了换人以外，我认为爱情真的是一味良药。而且当我们出现爱情的时候，其实那个择偶标准就烟消云散了，变得不重要了。就像我一直说的，它是我们脱单时期的一个辅助，它只应该承担这部分的职能。之前定的这些条条框框，是我们希望从某个人身上得到某些价值，而爱情的出现就变成了我只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就有价值，它的存在本身就无法替代。这就像是钱钟书先生和他夫人杨绛在结婚时候提到的那句话，遇到他之前我从未考虑过结婚，遇到他之后关于结婚我从未考虑过别人，就是眼前这个人变成了那条唯一的择偶标准。好的，我们来复盘一下今天首先我们强调，择偶标准只是一个辅助，它应该帮助我们提高脱单效率，而不是降低效率。那么我们讲了常见的误区2种，第一是混乱，就很多人列出很多条，但之间却有逻辑冲突。第二是模糊，像是对我好有感觉这种，不同的人理解会不同，而拿模糊的标准去择偶，就难免会被卡 bug 了。好，那第2点我们说如何制定择偶标准，按顺序来第一，
确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并且完全不能妥协的事情，一条就够。然后第二步是做取舍，也就是以确定的事情为原型，向其他方面去辐射，然后定出个大致4到6条，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成型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拿这个版本去尝试匹配一下，符合这些标准的这部分人群，他们大体上会有一个什么标准？看一下我们自己能够提供什么。如果相差太多，这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个微调。第三，我们讲择偶标准应该是动态变化的，它会随着我们的处境变而变，它要确定但不是固定，所以我们可以周期性的去复盘一下，并且也对它做出调整。好，第4部分其实我们讲了一下爱情，虽然我不是很喜欢用这个词，但我必须得说，爱情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会让我们的有些需求变得不重要，但有一些又变得很重要，它会让择偶标准这个东西烟消云散。因为当我们和对方产生了爱情，那么眼前这个人就是我们最好的择偶标准。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节课再见了。